各位舒服机械小知识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那个摩羯座皮肤科医师，只讲科学证据的宋医师。但是这一集呢，我们要请到非常资深的化妆品配方师林志勤林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大家好。为什么说很资深？你知道，因为今年55岁的配方师已经洗烧杯洗了40年了，这样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都跟烧杯在一起，那当然就会看到很多鬼故事。对，我们这一集要来讲鬼故事。你知道我们医师嘛？很早以前我们在讲鬼故事的时候，就是说什么说从门诊也有鬼故事啊，住院也有鬼故事啊，病房挂数都有鬼故事啊。我今天不是要讲那个，不讲鬼故事，那还有什么好看？在医药界的鬼故事是这样，我们就说阿司匹林好了哈，就是说阿司匹林的厂商发明阿司匹林非常严谨，动物实验、人体实验，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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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发明了50年以后，我们才发现原来阿司匹林吃完以后会胃痛。对，谁发现的？医师发现的。为什么？因为药厂在做实验的时候没那么长，医师才发现。然后70年到80年后，我们才知道原来阿司匹林吃完以后可以抗血栓，所以就大量用在那个老年人的那个心脏病保健。谁发现的？医师发现，阿司匹林的药厂不知道。到最近大概2010年、2015年，我们才知道原来阿司匹林也可以预防癌症。谁发现的？还是医师发现的。不是因为医师了不起，是因为很多鬼故事可能在前端发生，可能在后端发生啊。我拍的舒肤机械小知识都是在告诉你们后端发生的鬼故事。像我们请前端的化妆品配方师那个40年资历的林老师跟你们讲前面的鬼故事，这样。来，林老师请进。好的，我来分享一个鬼故事给大家听啊。其实这故事有一点久了啦哈，就是说可能是在疫情期间，但是最近呢，为什么它又到台面上来了？是因为某个国家有出了一个叫做号称天然的防腐剂啊。然后在中国大陆那边做销售，是那边就有一个也是有一个天然物的一个小小的科学家，他就觉得不太对啊，他这个植物应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抗菌效果，所以他就心血来潮拿去做化学分析，结果一发现不得了啊，原来里面有加了一些有毒的剧毒物质啊。然后原本呢，这个原料商他死不承认，后来这个新闻发酵之后呢，很多品牌它因为有添加这个防腐剂，它也拿去化验，结果验出来的答案基本上差不多哦，哪里不一样，只是浓度大小不一样而已。那这就很奇怪了，你号称是纯天然的东西，怎么会验出那种人工添加物？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这件事情才爆发。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在台湾发生的话，应该是会火爆整个新闻啊。可是，在那一边，这个新闻后来就不了了之了，然后开始厂商就洗白说那个都是检验错误啊，但是检验错误不可能一个人错误造成大家都错误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点奇怪啊。那最近为什么要拿这个出来讲啊？因为这个东西悄悄进到台湾来了，也有一些厂商在使用，可是这个厂商可能不知道这个新闻。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因为一旦有人长期或误用的话，它可能会造成皮肤的健康危害。好，所以我们从这个鬼故事得到的教训就是说，第一个聂小倩可能莫名其妙半夜出来，倩女幽魂哈啊。第二个姥可能会盖掉这件事情，所以你要知道你买的保养品可能有恶意的添加，对吧？是啊。好，那个鬼故事会发生，有时候是人家故意杀你，这是恶人；但是有时候是失手杀人，就是蠢人啊。我们请那个林老师跟我们讲一下那个蠢人的故事。再来分享也是网络上的消息啊，就是说，你看起来我们去买化妆品很正常，你应该买到的是一个合格的或者是正规的东西出来，但是这个常常有参差不齐的情况，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说，看起来很正常的一个产品，被人家指出说，那这里面的成分不是早就应该要禁用了吗？或者是限制使用的，为什么还会出现在这个配方中？后来一查，原来这个不是一个专业的配方师及专业的厂商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乌龙事件。那这个就很不应该发生啊！对，简单讲就是他添加了不应该添加的东西。是的。然后可是他自己不知道。是的。那我们台湾在2026年的7月会有 PIF， 是，所以这种东西理论上可以避开。对，因为会有一个叫化妆品安全评估员来帮忙做审核。对嘛？所以这一段鬼故事的意思是告诉各位说，不管他是恶意杀你还是不小心杀你，总之你是死了这样。对医疗来说，死亡就是死亡，你懂吗？然后可能被恶人杀了，可能被蠢人杀了。
也可能被台风吹了，所以莫名其妙刮起一阵旋风的时候，比如说像10年前的那个 Telomerase 端粒酶，然后这2年的那个外泌体，你可能要听一下故事，我们请那个林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他们听到的鬼故事。哦，这其实也不叫鬼故事啊，这个是外泌体，现在当然很流行嘛，尤其是那个化妆保养品这个部分。那外泌体呢，其实认真来说，科学界认定只有动物才有。但是市面上现在有很多号称是植物来源的外泌体，其实这科学界是不同意的。当然，因为未来可能随着鉴定的技术越来越好，可能它会被同意也不一定，只是说现在暂时还是不能。然后前一阵子就有个新闻就是说有个产品号称它是有添加外泌体，然后经过这个我们的卫福部去检查之后，觉得它没有添加，所以现在是属于下架的这个情况。不能销售，但是这个事情，它厂商目前还在申诉，我必须讲，它目前还没有答案只是说，关于外泌体要用在这个行业来说，其实它不只有证据的问题，还有它是不是安全。其实为什么国外目前主流的意见还是认为外泌体安全性是未知，不建议大家这么贸然的去使用那目前在我们 TFDA 有一个民众查询违规的一个网站中可以查到目前在台湾已经因为外泌体吃的跟抹的这种产品被开罚的有124件了，所以这个部分请消费者在消费前一定要理性的去观察一下，对，才不会是那个吃亏。那个外泌体，皮肤科医师讲一下话好了哈，就是外泌体就是细胞分泌出来的那个囊包型的东西，对吧？是。好，它算是主动分泌。那对我们这种化妆品制造的门外汉来说，它会出现几个问题。你把它想象成口水好，就是你吐出来的那个，虽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吐出来的口水基本上是蛋白酶，就是蛋白质，它本身就是蛋白质。蛋白质其实不太容易保存的东西，它算是很不容易稳定。你把它想象成你把一颗鸡蛋打在那个桌上，然后放一放沙缸里的草皮，就臭掉。所以你可以想象，你把一个鸡蛋没有处理，你希望要活的鸡蛋才有用嘛，对不对？所以要活的外泌体才有用嘛。然后你把它放在那个一个 cream 里面，然后放在 cream 里面，你还希望它能够用3个月，然后每天手这样抹，然后它不会臭掉。这个对我们来说，先不管它有没有效，它的制造应该很困难。是，对不对？就是说，生长因子，我记得生长因子大概在1960年、1970年得到诺贝尔奖，可是生长因子真正放进保养品，大概接近到2000年。换句话说，经过30几年的尝试，人类才有办法把生长因子放到保养品里面。现在还是没有办法还是没有办法。你看，这是无知的皮肤科医师，谢谢。不会，现在没有所以我要讲的意思说，你回过头想想，端粒酶到现在10几年了，又销声匿迹了，然后外泌体最近红。你真的要做白老鼠吗？我们现在讲一下就是说，身为皮肤科医师，我既然给你们看了鬼故事，我当然要教你们怎么避开鬼故事。身为道士，我当然会给你们画符嘛，对不对？皮肤科医师的做法很简单，我不知道谁是坏人，我也不知道谁是蠢人，甚至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台风，但是我知道，如果你用错了，正常的皮肤就会变亮亮的，然后继续往下用，你正常的皮肤不只是亮亮，还会烂烂的，然后最后它会变成脏脏的。然后，如果你用错了，比如说有些酸的东西用得太过分，或者怎样，皮肤萎缩了。比如说你们想象的类固醇，我们其实拍了很多图了，它整个皮肤就会扁扁的，然后最后薄薄。我要讲的意思是说，我们用比较玄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如果有人撞鬼了，你看不到鬼，我也看不到鬼，可是这个人就会开始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现象。那找他的不是精神科，就是道士嘛，所以身为皮肤科医师，我建议你不断的拍，然后你就知道你的皮肤变什么样子。保养品的使用其实，我算末端所谓末端意思说出事我才会知道。可是怎么样尽可能避雷，不要出事？来，我们请林老师告诉各位。好的，其实有很多种说法啦。有人说叫你去研读成分去认识它，其实我觉得这不切实际的因为你不是学这个的话。即便像我去看药名，我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所以我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其实台湾的化妆品呢，现在你要贩售的时候，要到我们的政府网站去做登录。登录这个事听起来，你可以把它想成我去注册，或者去登记，或者去报备。所以呢，根据规定，我们台湾的化妆品一定要到我们政府网站做登录，然后你可以到这个产品登录系统
哦，登就是登记的登，录就是录音的那个录哈，登录系统。然后你把你的产品的名称啊、工厂上的资讯啊，你买到的产品，你上去查一下，看它有没有合法登录。哦，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稍微放心使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个卫福部的这个公务人员，他会去检查，哦，看你有没有违法添加什么东西，你有没有正规的去登录一些资讯，起码将来出问题可以找到人。就是至少它是规矩走的第一步这样嘿。对，好，然后再来是刚刚提到的哦，就是说像这个查询违规化妆品，你买到的化妆品，它厂商是不是有夸大不实？你可以上来查一下，你只要在这个搜寻栏上面打上产品的名称或者是成分的名称，其实你可以找到是不是有些厂商呢，因为违规销售被处罚的这个公告在这里。好，所以我这一段我稍微给它结论一下。就是说，第一个检查那个登录是至少你有很认真符合法律去做登录，是的。然后第二个，你在整个贩售过程中有没有给人家乱搞，不管是乱广告啊、乱什么乱写这样所以至少这两个保障你的基本安全。差不多20年前我认识林老师嘛，差不多20年，对，你看两个老年人这样，然后我们先讲一下 slogan， 以免等一下忘掉，就是有皮肤问题找舒肤机械。用科学证据找回你的皮肤自信，然后他那边是做出好的东西，那我们这边是确定那个好的东西卖出锤了，因为历史上很多像我们很多药物，你会发现昨天上市，然后今天就宣布下架，人家也很认真做啊，然后他也做了动物实验，可是问题是在市场上就是出事，那种东西只有医师知道，所以我在这里跟各位讲，刚刚林老师在讲说那个看成分表，不是不切实际啊，可是说真的，看成分表有很多资讯是看不到的，所以去看一集。这个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成分表没有什么意义了哈，然后有一点意义，就是它至少规矩写了，就表示它很规矩。可是厂商真的知道他做出来的东西一定会怎么样？不一定，因为连药品都是这样子，没有人真正知道未来的哈。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好，就算厂商知道我们当某个产品，它果然上市的时候不错，我们就说普拿疼好了，虽然普拿疼的厂商很好这样，可是普拿疼不知道你神经病会一次吃50颗，你懂吗？正常使用下没有问题，你一次吃50颗就肝脏会坏掉。所以怎么使用，消费者怎么使用，你把某某化妆水拿来擦可能没事，可是你拿来当面膜纸，你们家土豪嘛，对不对？然后一天敷3片，可能就出事。所以对医师来说，反正我们最后管的是出事。我不管你是因为吃3颗出事，还是吃50颗出事，反正只要出事，我们就捞到几次，我们就会跟所有医师宣告说，你假出代志啊你，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特别请那个制造商端跟那个使用端这样2个在这里互相跟各位讲这一次的鬼故事哈。那我们非常感谢那个林志兴林老师再讲一点话吧，你都没有什么讲话，这样好可惜。其实买化妆品其实不要冲动啦也要听啊，多了解一下。这样子对各位的皮肤健康跟荷包都是比较有帮助的。你看我们这种老年人最在乎的其实是安全，然后你们动不动就要谈效果，我跟你讲，有安全才有效果。是的，没有错。好，非常感谢各位收看这次的舒肤界小教室，那我们就下次见啦。